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奔跑吧3人划水引眾怒，白鹿獨撐全場，元老表現太拉胯。奔跑吧天路篇在西藏路道後面玩了個畫畫猜臥底的遊戲，白鹿抽到的詞是糖葫蘆，他在紙上畫了個東西，說是羊肉串，所有人都信了。王楚然那邊連着2輪拿到臥底身份，題目是草莓和菠蘿，他畫的就是草莓和菠蘿，一眼就能看出來。節目組大概想給他機會，結果也沒什麼用，場面很平得有點尷尬。遊戲而已，導也不必上綱上線，但那個畫面擱在那兒，你很難不想到別處去。綜藝鏡頭有時候很殘酷，他不撒謊。有的人站在那兒隨便做點什麼，整個場子的空氣都跟着動。有的人呢，給了身份，給了戲份，鏡頭掃過去，還是像背景板的一部分。離開的時候，連點波紋都沒有。這不是努力不努力的問題，可能就是一種玄學、觀眾緣、鏡頭感，或者說某種屬於綜藝的舞台體制。這東西教不會，也強求不來。它藏在一些很小的瞬間裡，一個眼神，一句臨場的胡扯，或者像白鹿那樣把糖葫蘆說成羊肉串時臉上那種理所當然的勁兒，它讓你覺得臥底就該這麼當。而另一個畫面裡，規規矩矩的話，規規矩矩的失敗，太正確了，正確的失去了任何意外。綜藝最怕的就是這個。我後來想，節目組為什麼連着給2次機會，大概也是察覺到了那種平，想再試試，看能不能擦出點別的火花。火花沒來，這反而讓整個段落更真實了，像某種無聲的確認了某種分配不均的東西的存在。天賦、觀眾緣、存在感，叫什麼都行，它就在那裡。這行當裡多的是勤懇卻黯淡的陪跑。鏡頭掃過他們，和掃過一片山、一片雲，在剪輯的邏輯裡可能沒有本質區別，都是素材，看你怎麼用。用得不好，就成了可有可無的注腳。西藏的風光那麼壯闊，襯得一些人的局促愈發顯眼，也不是什麼壞事，至少讓你看明白，有些遊戲規則寫在紙面之外，它冷冰冰的，但很公平。你能抓住，全場都是你的；抓不住，給你身份牌也沒用。王楚然畫下那顆工整的草莓時，大概沒想過輸贏在提筆之前就已經定了。筆觸越清晰，離臥底的成功就越遠。那個遊戲最後誰贏了，我忘了，只記得2個畫面的對比，一個用錯誤答案贏得了信任，一個用正確答案暴露了自己。綜藝的戲劇性有時候就這麼不講道理，他要的不是正確，是那種能攪動空氣的不對勁。白鹿的羊肉串就非常不對勁，所以對了，這就夠了。綜藝裡的臥底遊戲總能把人的狀態攤開給你看。敖瑞鵬那一下是看大家都畫得差不多，急了，他衝着宋雨琦去，臉憋得通紅，那股子較勁的勁兒反而成了最好笑的部分。李晨接的也快，他乾脆誰也不放過，只認了一圈，場面就更亂了，亂才有看頭。但另一邊，翟子路畫的羊肉串粗糙的跟簽子上針插了塊肉似的，就差沒直接寫上自己名字。王楚然呢，他好像沒太想藏，筆畫清楚得很，心思似乎不在這個遊戲上。玩和不玩，區別就在這裡。這讓我想起更早的時候，鄧超和陳赫他們好像光是坐在那兒扯閒篇，就能讓你笑出來。那是一種節奏，你拋過來，我扔回去，不用太使勁，效果自然就有了。現在很多環節設計的複雜，但人要是沒進去，再複雜的規則也顯得空。遊戲只是個殼子，
裡面裝的東西才是真的。綜藝裡的歌詞遊戲照出來的不只是答案。白鹿接得快，宋雨琦跟得緊。沙溢在後排，鏡頭掃過去，他臉上就剩一個愁字。翟子路和王楚然站在那兒，從頭到尾沒拿下一分。敖瑞鵬那句話說得直接，他說翟子路連嘴都沒張。這話扔出來，觀眾大概都點了點頭。跑男最熱鬧那幾年不是這樣的，那時候玩遊戲是真玩，一群人搶着上，生怕鏡頭拍不到自己狼狽的樣子。現在鏡頭還在轉，但有些人好像已經提前退場了。不是他們不想唱，是那些歌的旋律和詞可能真的沒在他們記憶裡想過。時代曲庫更新得太快，快到一檔節目就能劃出一道分界線。遊戲規則沒變，變的只是站在規則裡的人，或者說是規則背後那套共同的文化記憶悄悄換了版本。李晨和沙溢在節目裡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。猜歌詞那段，李晨搶得比誰都兇，撿到個漏，分數到手，他翻了個白眼，肩膀一聳，那副樣子就是個玩嗨了的老小孩，你看着就想笑。沙溢那邊呢，冷，他也在努力，話頭拋出去掉在地上，沒人撿，最後只能自己乾笑兩聲，把場子圓回來。那種努力想融入，卻始終隔着一層的尷尬，幾乎能透過屏幕摸到。這跟年齡其實沒多大關係。戶外綜藝這東西有時候挺殘酷的，他不看你資歷多老，面子多大，他只看你當下願不願意把那股勁使出來，哪怕使出來的樣子有點笨，有點難看。態度成了唯一的通行證，存在感是自己掙的，不是別人給的。有人提起早幾年的跑男，那時候遊戲也簡單，甚至有點傻，但那幾個人是真拼。泥水裡打滾，指壓板上尖叫，叫真的好像輸了世界末日就要來。現在呢？不能說現在不好，氛圍不一樣了，但有些嘉賓身上那種爭的勁頭淡了，也不是不敬業，就是太穩了，太收着了。用現在流行的話說，有點佛到後來，觀眾也就把你當背景板了。沙溢那個自娛自樂的笑聲，大概就是背景板的音效。白鹿在節目裡做了一件事，給每個成員起了洛巴族的名字。這舉動有點意思，不是那種硬生生的搞笑。他調侃翟子路，說人家缺點男主戲，話裡聽不出惡意，反倒像順手推了一把。手串是他自己花錢買的，然後分給了在場的人。這些東西零零散散拼在一起看，就不只是逗樂了。你會覺得他在操心這個場子能不能熱起來，能不能讓大家舒服點。後來答題環節，他把自己越改越錯的窘態直接攤開說，觀眾大概就在那個瞬間找到了連接，原來他也會這樣。投入是能看見的，從開頭鋪到結尾。有些嘉賓需要節目組把效果剪出來，或者靠鏡頭反覆給，才勉強留下點印象。白鹿不是這種，他的效果是自己生出來的，完整而且持續。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綜藝感，它不是一個表情或者一句台詞，它是一種狀態，一種把節目當成自己是來辦的狀態。責任心這個詞聽起來有點重，但放在這裡又覺得挺合適。他沒讓場子冷掉，一次也沒有。王楚然下車的時候，場面有點乾，他說謝謝，鏡頭切過去想抓點傷感情緒。白鹿只是情緒不高，宋雨琦那邊笑得挺開心。節目組想烘托的那點溫情，徹底沒烘起來，對比太鮮明了。你回想一下這個節目裡那些讓人記得住的：王嘉爾把迪麗熱巴叫成迪麗肉巴，賈玲在泥地裡滾成一團。他們走的時候，彈幕是真會刷捨不得的。這裡頭有個挺殘酷的道理，鏡頭給再多，
人要是沒進去，觀眾也感覺不到。存在感這東西是嘉賓自己拿行動換的。說到綜藝感，它可能從來就不是一門硬搞笑的學問。你看鄧超那句口音英語，陳赫老說自己天才，王祖藍總能在最後關頭撿到便宜，鄭恺跑起來誰都攔不住。這些成了招牌的東西，底子都是他們本人性格裡就有的。節目只是把那個部分放大了，或者說剛好接住了。現在有些嘉賓感覺還沒摸到那個開關，沙溢使勁拋話，但話掉地上了，沒人撿。李晨掛着隊長的名頭，可隊伍沒怎麼帶起來，互動斷了，節目就散，各幹各的，再熱鬧的場面也拼不出一個整體，融合不好，效果自然打折扣。奔跑吧的遊戲設計好像卡在了一個挺尷尬的位置，新意和可行性兩邊都想要，結果常常是哪邊都沒夠着。這期節目裡的畫畫找臥底和聲母猜歌詞玩法本身不算新鮮，這也不是第一次了，近幾季節目裡類似的情況反覆出現。我翻過一些老觀眾的評論，他們記得的東西很具體，比如撕名牌，那不只是個遊戲，它一度成了街頭巷尾年輕人真的會去模仿的東西。那種趣味和挑戰性是綁在一起的，缺一不可。現在一期節目動輒2小時，大部分時間是在室內完成的。戶外遊戲變得稀罕，有時候甚至會出現頭鞋問路這種，怎麼說呢，讓人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評價的環節。當一檔名字裡帶着奔跑的節目，主要內容變成了坐着說話，它的核心吸引力確實會鬆動。這不是猜測，是一種能直接感受到的溫差。遊戲環節的乏力直接抽掉了節目節奏的骨架，觀眾看着看着就走神了，可能就是這個原因。白鹿在節目裡使勁想逗樂觀眾，彈幕上卻密密麻麻飄過粉絲的投票號召，這場景有點拧巴。嘉賓在現實空間裡制造效果，粉絲在數據空間裡刷着存在感。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個屏幕裡，但好像完全不在一個頻道上。節目效果這東西本來該是現場反應和後期剪輯共同作用的結果，現在似乎得先過數據這一關。票數高低成了某種隱形的標尺，不是說投票本身有什麼問題，它只是一種互動方式。但當這種互動的聲音大到蓋過了節目本身的內容，事情的味道就變了。觀眾打開節目想看的是內容，結果滿眼都是數字的角逐，這體驗難免打折。綜藝節目的核心終究是內容創作，是人與人之間真實的化學反應。數據應該為內容服務，而不是反過來。現在的情況是，數據自己成了個喧鬧的平行現場。這種割裂不是哪個人的問題，它更像是一種系統性的跑偏，是評價體系在遷移過程中產生的副作用。現場表現好不好，變得有點難以衡量，因為總有一個更響亮、更及時的數字指標掛在旁邊。長此以往，創作的重心會不會也跟着悄悄挪動呢？我有點懷疑。粉絲當然有權支持自己喜歡的人，他們的熱情是真實的，但這種支持的方式如果干擾了其他大多數人觀看的樂趣，那就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噪音。這中間的分寸其實挺難拿捏。節目組想要熱度，粉絲想要排面，普通觀眾只想圖個樂子，三方的訴求攪在一起，最終呈現出來的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略顯嘈雜的屏幕景觀。白鹿大概也挺無奈，他的在鏡頭前完成工作，而屏幕另一端，另一場以他之名的戰鬥正在同步進行。這兩件事本質上已經沒什麼關係了。奔跑吧最鼎盛的那幾年，打動人的東西其實很簡單，就是一種家族感。鄧超是那個大家長，陳赫和李晨湊在一起就是一出母子戲。
Angelababy 和鄭愷的周五情侶，觀眾是當真在看的。這些關係不是台本上劃出來的重點，他們自己嘗出來了，帶着體溫和毛邊，讓節目跳出了遊戲框架。現在節目裡還有李晨和鄭愷，但關係不是光靠人在就能成立的。鄭愷怕曬打傘，成員拋出的梗掉在地上沒人撿，場子冷下來，攝像機都顯得多餘。這些瞬間拼在一起，那個叫伐木類的東西就真的找不回來了，或者說它本來就不是能一直找的東西。默契這東西散了就是散了。